金子勋脸上的笑凝固在一个奇怪的弧度，走到人跟前，掰起他的下巴道：“你死了我才高兴。魏无羡，你也有今天。你救了金陵，搅坏我的计划，就得有胆受这个后果。不过你似乎更值钱一点，我叫你去找医生。”魏无羡不知哪来的狠劲，扫视了在场所有人，眼里尽是凌厉的杀意。我的孩子要是出事，你们所有人都别想活。这人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，眼下也没有翻盘的机会，这话却说得掷地有声，让人不敢不信。金子勋笑道：“你以为你还是昔日的魏无羡？我现在一只手就能捏死你。你的孩子今日就是胎死腹中，你魏无羡又能奈我何？那么蓝忘机呢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不怕蓝忘机吗？”金子勋就像个膨胀到极致的气球，突然被戳破了威武的表皮，露出虚无未死的内里来。魏无羡闭上眼，缓一阵眩晕，复又开口道：“你最好保证我和我的孩子完好无损，否则信不信你有钱没命花？”这两条信息是魏婴被绑架后唯一一条线索，协助的警察立即着手取证，试图从信息里挖出绑匪的位置。金子轩出去打了个电话。凌晨3点，兰家的门敲响了，金陵去开了门。小叔。江城往门外看去，深夜砒霜而来的正是金光瑶。蓝忘机看了一眼金子轩，明白了他的用意。金光瑶不仅仅是金氏的管理高层，他的手上还有一个当年搅毁温氏集团的情报机构，这个机构里的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温氏数十年建立的根基，正是被这个组织暗地里一点一点腐蚀殆尽。任何一个人被这个组织盯上，都将无任何隐私可言。他们不仅会当众扒了你的衣物，还会用极其阴毒的手段刨开你的皮肤，挖出你的内脏，将你整个人毫无保留地暴露到底。温氏解体后，这个机构已经低调了许多，蓝忘机一直不认同金光瑶的某些做法，但此时此刻，他的那些手段也许比警察更高效。金光瑶与众人打过招呼，开门见山地扔了炸弹，幕后指使绑架金陵的是金子勋。老医生是村子小诊所里的医生，今天一早莫名其妙地被一群5大3粗的男人抓走了，他还以为是遇上了强盗，心里寻思着怎么这个年代了，居然还特么有占山为王的土匪存在。这伙人把他的眼睛蒙了，坐了一段路的车，再睁开眼，已然身处在一处废弃的工厂里了。这伙人以为把他的眼睛蒙了，他就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。然而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这一带再熟悉不过，这里是当年某个开发商投资失败弃掉的工厂，往前走2里就是他家的农田。确定了他并不是被带到了陌生的龙潭虎穴后，老医生心里才有了底。然而等他看见了这伙人要他医治的病人时，他的心还是不免提了提。这个病人被人胡乱地扔在地上，意识明显已经陷入混沌，身上单薄的衣服上全是深浅不一的血迹，而身旁一个打扮精致华贵的男人正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。老医生在村里待了一辈子，心思单纯，根本没把此情此景与绑架联系在一起，在看到病人的惨样后，更是把猜测的念头抛得一干二净，冲上前打开身上备的衣箱，不消人强迫，已经凭着医者的自觉开始为人检查身体。魏无羡从醒过来一次后，就在不敢让自己的意识散去，他的身体已然破败，但好在精神尚可支撑，在这样的险境中的根本不敢放松警惕，意识到有人在触碰他，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手，被医生拉住了。他听到一个老者的声音在安抚他：“别怕，我是医生，我是来帮你的。”医生。魏无羡将疲惫不堪的眼皮撑开，映入眼里的是一张陌生却透着善意的脸。他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，金子勋真的给他叫了医生过来，可见他暂时不会要自己的命。既然不图命，便只能是图财了。如此也很快想明白了这群人为什么会冲着金陵而去。他勉强打起精神，拉住老医生的手放到自己隆起弧度极小的肚子上，近乎哀求地说：“他不动了，你帮我保住这个孩子，求你。”医生惊在原地，他没想到这个病人居然还怀着孩子，而且这种情况即使不是医生也能看出这人的情况已经很不好，大人的命尚且临危，怎么顾及一个孩子？身边都是监视他举止的人，他想问问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却根本不敢开口。他有预感，如果问的太多，自己今天恐怕出不了这个废工厂。
等做完了基本的检查后，医生的脸又难看了几分。他转头与那个有钱的男人说：“我建议你立刻把人送医院，他失血过多，腹中的孩子有流产的迹象，而且身体状况很不好。”见众人无动于衷，医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声音拔高了几个调：“我说了，这样的情况要送医院，他需要手术，你们懂不懂？你这是在误人性命，这是2条命啊！”话音未落，腹部就结实地挨了一拳，一个脖子上满是纹身的男人揪着他的领子，手上的枪就抵上了人脖子。你再说废话，今天要折在这里的就是3条命。老医生哪里见过枪，一下子被他吓老实了，妥协地蹲下来，开始给人医治，用他医疗箱里少得可怜的几味药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病人止住了血，顺便擦了些外伤药。末了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说，情况暂时控制住了，但是我建议还是尽快送医院。金子勋终于开口：“你就说他会不会死？”老医生听了，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，面露不解：“你这说的什么话？”他指指靠在墙上的奄奄一息的病人，有些愤怒：“什么叫会不会死？你的意思是不会死就不管了是吗？要是真不想他死，就让我回诊所，我手上的药有限，诊所里有药。”金子勋斟酌了片刻，同意了。那医生在2个壮汉的监视了回了诊所。已经早上9点，村子里活动的人多起来，路上有相熟的人和他打招呼，他也没感应。很快他就取了药，赶回来给魏无羡用上了。他能察觉到病人恐怕有什么隐疾，看他似乎在拼命忍耐着某种痛楚，特意给他推了小剂量的止痛剂。虽然是杯水车薪，但魏无羡确实感觉好点了。原先快要到爆发界限的剧痛，被这一小管药剂暂时压了下去。医生治好了人就被放走了。金子勋似乎真的怕他就这么死了，没敢再折磨他。他摸了摸肚子，期望宝宝能给他点回应，但是肚子里除了隐隐的坠痛感，再无所觉。原先恨不得踢破他肚皮的小家伙，此刻安静的像是睡着了。但那个医生说情况控制住了，那么他就愿意相信宝宝没事。他不能不相信，人在危险的境地里，总要找到那么1-2个信念作为支撑。而这个孩子就是他目前唯二的信念。他知道蓝湛一定会来的。原先给他盖小毛毯的那个男孩子又不知从哪里端了杯温水过来，魏无羡没有迟疑地接过，喝了小半杯。他已经1天1夜没有进食过任何水和食物了。他知道自己此刻一定极其狼狈，以至于要接受一个小朋友的怜悯。谢谢。魏无羡把那杯水喝完后，才把杯子递给那个孩子。那孩子颇有礼貌地回了一句：“不客气。”因为现在那群人没在旁边监视着，孩子的胆子才大了点。他偷偷凑近魏无羡，小声说：“魏哥，你是我的偶像，